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聊剧看人生，订阅胖妮，更新不迷路。不知道小主们有没有感觉到，《甄嬛传》中有一个看起来特别多余的片段，那就是张太医的辞职。这个画面用了好几分钟时间。张太医这个无足轻重的角色，为何占用这么长时间呢？其实，张太医半夜辞职这件事，背后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具体分析有三：第一，富察贵人的胎到底是谁打掉的？还记得富察贵人流产吗？这是安令荣被皇后收入麾下，第一次正式为皇后卖命。他用香料吸引松子发情，松子性情大变，突然扑向了怀孕的富察贵人。富察贵人当场被撞倒在地，大家吓坏了，都建议把富察贵人抬回宫去医治。毕竟如果在皇后宫里见红是件很晦气的事，可皇后并没有把富察贵人送回去，而是留在她的宫里休息，并且叫来了太医院首领张弥张太医给富察贵人诊治。富察贵人一开始是没见红的，可是喝了张太医的安胎药后就见红了，胎儿也没保住。是富察贵人本来坐胎不稳，还是另有端倪呢？从概率上来讲，并不是孕妇摔一下就一定会流产，不排除安胎药有问题。安胎药是张太医开的，张太医是皇后找来的，松子也是皇后刻意派出去帮皇后打胎的，所以不排除松子出战打胎成效没立马显现，皇后就用张太医的安胎药来了个第二次加码。第二，甄嬛的流产到底是不是全因舒痕交？在富察贵人被猫扑倒后，曹贵人推了一把站在富察贵人身边的甄嬛，想嫁祸甄嬛，没想到甄嬛下意识的去拉了一把富察贵人，想救她，没想到人没抓住，自己却和富察贵人一起摔倒，还被松子抓伤了脖颈，后当场被诊出喜脉，也算是因祸得福。安令荣紧接着就送来了舒痕胶，说是可以祛疤，甄嬛就连用了好几盒。后来甄嬛日日去华妃宫里请安听训，闻了一段时间欢宜香，加上被华妃罚跪，就流产了。对于甄嬛流产，有小主认为是跪的时间太长了，也有小主认为主要是闻欢宜香时间太长了。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极易被大家忽视的，那就是张太医的安胎药。帝后出宫后给甄嬛安胎的一直是张太医，剧里反复提及过，以前张太医开的方子甄嬛都拿给温大人看过，可甄嬛出事那几天，偏偏温太医就被人调走了，可见这是有人蓄意为之。张太医那几天给甄嬛的安胎药一定是有问题的，就算平时的安胎药都经过温实初的确认没事，但难保温实初不在的那几天里，张太医没动过手脚。因为甄嬛在出事的前几天都已经感觉到身体非常不舒服了，张太医还说没事。张太医对华妃宫里欢宜香的配方也是相当清楚的，有的人说张太医怎么知道华妃哪天会整治甄嬛，但张太医给甄嬛用的可能是慢性药啊。作为太医院首领，张太医的医术肯定是一等一的，对甄嬛流产的大概时间段还是可以把握的，像温实初就能判断甄嬛最后一胎能保多久一样。那舒痕胶里的麝香到底能不能让甄嬛流产呢？胖妮觉得不能，不然也太明显了，查到安令荣头上就很容易查到皇后头上，安令荣和皇后还没有那么傻吧。再说温实初发现舒痕胶里有麝香的时候说过，里面的麝香量比较少，不足以滑胎，只是向皇上禀告的时候说里面有大量的麝香，是为了故意打击安令荣。所以胖妮推测舒痕胶对甄嬛的胎有一定影响，但不是流产的主要原因。主要的是有人算准了甄嬛这一胎难保，帝后离宫，华妃骄纵，甄嬛被迫日日到华妃宫里听训数小时，闻着欢宜香，以华妃的性格还不定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呢。若是太医再在安胎药里加上几味足以滑胎的慢性药，那结局可想而知。第三，张太医为什么要半夜辞职？甄嬛流产当天晚上，张太医跪在皇上面前找了1000个理由要辞职，真是跑得比兔子还快。不用说，甄嬛流产一事他绝对功不可没。还有富察贵人小产他也有份，那么别的流产的小主
比如心常在等，难保没有他的参与。可他为什么之前不辞职，偏偏甄嬛流产的时候他辞职了呢？首先，甄嬛受皇上宠爱，她的胎一直由他照顾。甄嬛出了事，皇上肯定要追责到底。作为院判，他难逃其责。其次，他的确给甄嬛的安胎药动了手脚。再次，他本来已经觉察出了甄嬛体内有麝香，但他知情不报，还说胎儿并无大碍，犯了欺君之罪。最后，他惹不起背后的主谋。这事背后的主谋，不用说大家都知道，是皇后。上一期影片讲到，当时年羹尧从青海请来了名医给华妃诊治，就是张太医接待的，并且明里暗里恐吓陈大夫不要说出华妃体内有麝香的事实，否则小命难保。再次证明张太医就是皇后和太后的人，这背后的主谋他惹不起啊。这个时候他能活着出宫，逃之夭夭，已经是万幸了。难道不跑得比兔子还快吗？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